大家好，我是 Host，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你今天戴什么表呢？今天我来到高雄的知名表店名人钟表，要来介绍一款让我重新爱上 Independence 的手表。它的名字是 Seiko Plus-Spec Independence SBB 503。这只表让我有种久违的感觉，它不只是新配色，而是那种灵魂被唤醒的感觉。如果你还记得我之前介绍过的 SBB 409，那只白色盘面的 Independence 很干净、很细腻，像是静静的坐在书桌上看山的那一只。而 SBB 503是我会想要带它踏上那座山。我觉得 Independence 这个系列一直有种说不出的魅力，因为它背后代表的不只是登山表，而是一段日本制表文化的勇气。回到1959年 ，Seiko 推出品牌第一款运动表 Roro Independence。那时候没有人想到，一只给登山者戴的表，终将会成为 Seiko 精神的象征之一。他只追求一件事，就是要在任何环境下都要读到时间，兼顾防水、清晰、可靠。这四个字后来成为 Plus-Spec 的骨架。到了1990年代，设计师坂井重雄接手，他创造了绿面金棕色皮带的 Independence。那抹绿色不是普通的绿，它称为杏仁绿，灵感来自英国贵族狩猎服，一种干净又有层次的色彩。它让 Independence 从登山变成生活的延伸，一只能配风衣也能穿西装的表。时至今，近1/4个世纪过去了，其销量依旧稳定，打破了 Seiko 绿色表盘腕表销售不佳的旧观念。而这次的 SBB 503则是这条血脉的现代回声，它和 SBB 409并列，个性则是完全不同。SBB 409是城市的理性 ，SBB 503是山林的感性，前者干净如雾，后者流动如风。SBB 503属于最新一代的 Independence， 这次 Seiko 一共推出3款 SBB 503、505、507。当中，我觉得 SBB 503是最有灵气的一支，3只表的气质完全不同。SBB 505是山林里的黑岩，安静、坚定、不动声色。SBB 507是雾林的深绿，内敛、沉稳、有厚度。而 SBB 503是风、是光、是会呼吸的颜色，既有水汽的透明，也有土地的稳重，像深谷里一口刚刚好的深呼吸。表壳尺寸控制得非常好，表径 39.5 毫米，表到表是 16.4 毫米，厚度则是 12.7 毫米，比上一代薄了一点点，但比例变得更协调。表壳是不锈钢，搭配 Super Hard Coating 超硬涂层，表面以细拉丝合金面交错打磨。光线掠过金属不反光，而是柔柔的闪，像是山雾里的一道微光，不是夸张的亮，而是职人手工留下的质感。但让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盘面，它的官方名称叫天派蓝绿，不是普通的蓝绿，它像是湖泊深处的那种透光的颜色，不是亮，而是有层次的深。第一眼看我以为是松针绿，但转个角度，它竟又透出蓝光。它会随着光而变，随角度而动，在阴影里是冷静的绿，在阳光下变成透明的蓝，就像山中的水光和空气混在一起。这种颜色的灵感其实是来自2003年那款 SBCJ023 Airpace GMT SAS， 那是一款用钛金属打造的限量500枚10英 GMT， 虽然当年的销量不算成功，但那个颜色却让我念念不忘。那种带蓝的绿，如今又回到了 SBB 503身上，但这次更细腻、更深沉，有种自然金属的质地。放射纹的刻线非常密，光线一扫会像水纹一样的流动感，整个盘面就像生命在呼吸。时标与指针维持了 Independence 最经典的设计，阿拉伯数字以条状刻度交错排列，立体压印，边缘镜面抛光。外围方格都是填上厚厚的 Ruby Bar 的夜光涂层，它的夜光不是单纯的亮，而是那种柔和的余光，像山里的灯火，不刺眼，但总能照亮方向。指针延续大教堂造型，但比例微调更利落，反光线条像刀刃一样干净。日期窗使用黑底白字的设计，而最让人会心一笑的地方是那个 Independence 字样，它终于回来了，印在了 Seiko 的标志下方，象征传承与回归。Plus-Spec 的 S 缩小了，变得更低调，整体视觉干净，有一种回到初心的感觉。表链是3节式，拉丝与抛光并用，
扣具开合顺畅，整体手感扎实。这表款搭载了 6R55 自动上链机芯，正面机芯是 6R35 的升级版，动力储存从70增加到72小时，正频3赫兹，可停秒，可上链，路差约正负15秒，防水200米。转动表冠时，那个上链的手感很实在，声音很干净，这就是机械表迷的疗愈时刻。戴起来的感觉是这只表最打动我的地方，虽然是 39.5 毫米，但看起来更紧凑。表耳下弯贴手腕的弧度刚好，不晃动，重心落在手腕正中，所以贴手却不压手。这种平衡感是 Seiko 很少见的成熟，那是一种抓得稳却不会紧的舒适感。走路挥手时，表身会随光闪动，那个蓝绿色就像手腕上的流动，看起来不是轻盈的表，但它却有很好的节奏。整体来说 ，SBB 503的个性很明确，它不再只是登山表的延伸，而是一种成熟的演化。它像风，像光，也像让人难以忘怀的湖泊色。戴上它的那一刻，我开始明白它的美好在于刚刚好。它有探险的血统，却不张扬；有经典的灵魂，却不复古。这就是 Seiko 厉害的地方，能让一只工具表变成能陪你走进生活的伙伴。价格方面，台湾定价33,500元，以 6R55 机芯、200米防水蓝宝石晶面、内侧防反光、超硬涂层、双日链动力，再加上那片会随光呼吸的蓝绿盘面，这个价位我认为非常合理。在3款最新一代 AirPods 当中 ，SBB 503是最有系列灵魂的一支。SBB 505是黑，你能戴10年不腻。SBB 507是绿，它向经典致敬。而 SBB 503是把 AirPods 的历史、色彩语言与户外精神重新整理后最完整的一支。它的色调回应了2003年 GMT SAS 的血统，大教堂指针延续90年代的美学，新机芯带来3日链，夜光厚涂保持了 ProSpec 的实用性。如果你想入手最像 AirPods 的现代表现，或是对这系列感情深，想选一支能长期收藏的，那么 SBB 503是我最真心的推荐。请记住 AirPods 从来不是提醒你现在几点，它是在提醒你接下来要往哪里走。以上是对 Seiko ProSpec AirPods SBB 503的分享。在 SBB 503、SBB 505、SBB 507之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支？欢迎留言告诉我。老朋友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签到。新朋友请订阅厚实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谢谢你的收看，我是厚实，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次见，拜拜。